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8月13日。我之前講過啦，支持民主啊、自由博愛、普世價值嘅人呢，係唔需要人身攻擊啦，一啲支持專制嘅人嘅，因為從道理上呢，係可以完勝吊打佢哋。個原因就係因為咧經歷過幾百年啦，自從啟蒙運動以後啊，咁啊支持普世價值嘅論述係好成熟噶啦。而支持專制嘅人呢，其實論述離不開都係因為倒果為因嘅啫，就話而家我哋國家偉大啦，世界 GDP 嘅第2啊，強盛咯。由此可見啦，我哋咧係完勝你哋嘅制度噶，你哋咧西方社會混亂啦、毒品啊、治安啊、種族啊、性別嘅問題啊，就搞到好混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 law and order 秩序。咁其實蘇聯時期已經有呢種論述㗎啦，蘇聯咧係好偉大啊嘛，蘇聯咧係世界第2大經濟體咯喎，蘇聯咧嗰個軍事實力咧係同美國咧係分庭抗禮啊，喺太空競爭上邊咧可以話各有千秋啦。咁但係蘇聯一下倒台喎，而且蘇聯喺國內咧造成大型嘅人道災難啊，切爾諾貝爾事件啦，集體農莊啦，中間係餓死幾多千萬嘅人口啦，有幾多人係無家可歸，有幾多人咧係被拎入去集中營啦。咁呢個就係蘇聯嘅故事啊嘛。咁而家今天中國又係啦，中國經濟崛起啦，改革開放以嚟，中國嘅經濟非常之進步。咁有啲人就話：喂，中國嗰套係成功咯，西方嗰套失敗。但係佢哋忘記咗同一套都係由共產黨集中領導底下，就係經歷過毛澤東嘅時代啊嘛。中國餓死幾千萬人，係中國歷史上咧人口非自然死亡最嚴重嘅時代嚟喎。太平天國都起碼經歷10幾年啦，大躍進就3年死幾千萬人喎。咁然後仲文化大革命喎。自從呢個嘅5代十國以嚟，可能都未試過咁嚴重嘅文化清洗㗎啦。五胡亂華都冇咁嚴重啊。咁所以佢哋又忘記咗以往同一套制度底下係有大亂局㗎喎。咁所以咧，佢哋就係人治社會啊嘛，就強調人喺而家嘅領導帶領下，社會係進步嘅，咪得咯。邊個做有乜所謂啊？最緊要有飯吃，呢種咧就係倒果為因啊嘛，就忽略咗咧制度上嗰種避免大型災難，民主社會係能夠規避大型災難嘅一種風險管理啊。咁當然而家你話以巴衝突啊，或者係烏克蘭啊，咁都有大型衝突嘅。但係比起專制社會，好似朝鮮咁樣你想脫北咧都脫唔到喎。你好似委內瑞拉咁樣，或者好似伊朗咁樣，你要離開個國家咧，你女性要爭取你嘅權利都唔係容易喎。咁我上一條影片我講錯咗嘅，我話伊朗咧就將女性結婚嘅年齡咧降到9歲，其實係伊拉克。伊朗咧而家咧嗰個女性結婚年齡係13歲，13歲當然都係非常之唔人道嘅喎。咁但係嗰個社會你要改變佢，你要付出沉重嘅代價啊嘛。自從巴列維王朝倒台之後咧，喺伊朗或者係中東女性嘅地位咧就係當然比起西方、比起亞洲社會就係有一個明顯嘅差別啦。你話要尊重佢哋嘅文化，咁但係如果你自己個女係13歲係9歲，你要將佢嫁俾人哋，你於心何忍呢？但係你要改變呢個制度，你要付出沉重嘅代價喎。咁所以咧，關鍵就係民主社會咧就有呢個嘅出入境嘅自由啦，有言論嘅自由啦，有宗教嘅自由，你可以選擇信或者唔信呢個宗教喎，跟從或者唔跟從呢個宗教嘅規則嘅喎。咁呢啲先係重點啊嘛。咁咧今日就要講咩咧？一個中國咧近年咧近呢10幾20年有個大外宣就係喺西方咧説好中國故事。習近平咧13年以後咧就強調要講好中國故事説好中國聲音。咁呢個嘅講好中國故事咧，咁有一個大外宣就係以前咧鄧小平時代做翻譯嘅，就叫做高志海。咁高志海咧，佢就係接受咧半島電視台。大家知道半島電視台係中東嘅電視台，阿拉伯嘅電視台啦。但係咧，佢喺英國有個分部嘅。佢喺英國咧接受一個英國嘅記者嘅訪問。咁結果咧全程被吊打。呢個就係典型我所講嘅民主，請用文明說服我啦。咁咧，因為佢哋成日講嗰啲嘢咧，就係混淆視聽啦。譬如話咧，西方嘅記者或者現場嘅觀眾話：喂，中國唔可以批評中國領導人嘅喎。咁你可唔可以示範下批評中國領導人啊？佢都即刻避而不談喎。佢話：如果你批評中國領導人喺中國咧，馬上有人揾你傾偈噶啦。咁呢個係講大實話。但係一開始咧，佢都嘗試去反擊嘅。佢就話：你喺英國，你都唔可以反對英國皇室啦。咁然後個記者咧，馬上咧就話：我主張廢除英國皇室嘅，我唔中意呢個嘅查理斯國王嘅。
咁然後咧嗰個高志海咧即刻進退失據啦，然後就話你係可以咁講，但係你唔可以做任何行動啊嘛。英國記者話可以嘅喎，我哋可以上街示威，係即係要求廢除皇室嘅喎，英國嘅法例係容許噶嘛。咁啊，佢即刻都話我哋講緊係中國唔係英國，但係明明嗰個話題係佢自己可以展先嘅，所以係全程被吊打。咁但係咧，今日我想做啲貢獻係乜嘢咧？因為佢講嘅裏邊咧有幾個內容咧，涉及到呢個嘅政治、經濟以及係歷史嘅問題，呢個就係我所擅長嘅嘢啦，我就想講一講啦。嗱，咁喺呢條影片咧，即係有好多個版本啦。而家我睇呢個就係一個澳洲嘅 KOL 嘅翻譯版本，咁啊裏邊咧就係提到咧呢個嘅西藏人啊。咁啊，呢個流亡西藏人嚟嘅，咁咧，然後佢就係要反駁翻佢啦。佢反駁佢嘅時候咧，佢強調啦，喂，我哋要支持一個中國嘅喎。如果你係西藏人、新疆人或者台灣人，你都要支持一個中國嘅喎。咁佢曾經係講嗰啲論述，佢就話咧，如果中國統一咗台灣之後咧，唔支持一個中國嘅台灣人啦，或者一啲日本嘅後裔，大概係佔咗一成咧，230萬嘅台灣人就要離開台灣啦。咁啊，個記者話呢個係咪種族清洗嚟嘅喎？咁佢哋就話台灣只係得12% 嘅人咧係支持統一嘅啫。佢就話呢個統一唔統一唔係台灣人説了算喎。咁呢個好明顯咧，佢強調咗一套理論。呢套理論咧就叫做普天之下都莫非黃土，率土之濱就莫非皇室。其實自從周朝就有呢種思想噶啦。簡單嚟講就係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啊。咁你接受一個中國，接受一國兩制咪順之者昌咯。你唔接受，你咪就要受到種族清洗咯，係嘛？佢講新疆嘅人，因為現場有新疆嘅人話佢哋屋企人咧係被拉咗好多年咯，失聯咯，唔係根據中國嘅法律有公開審判啫。咁佢就話你要勸你屋企人咧放棄呢個嘅新疆疆獨思想啦、激進思想啦。佢話我都聯絡唔到我屋企人啊，點樣勸佢啊？咁所以咧佢嘅意思就話你如果唔支持一個中國，唔支持大一統嘅思維，你喺中國咧就會受到嚴厲嘅對待啦。如果統一之後咧就要離開台灣啦，喺新疆同埋西藏咧就要受到嚴厲嘅對待。呢個就係典型嘅由封建時代、周之封建嘅時代。有啲人就話：喂，中國唔通要學下西方咩？學殖民咩？西方唔殖民啊？渣都冇啦。咁佢哋又冇讀過歷史喎。錢穆先生嘅《國史大綱》第一課裏邊就講過啦：周之封建乃武裝殖民。自從周朝開始，中國就搞殖民主義㗎啦，否則嘅話，中國嘅領土咪就係喺今天黃河一帶咯，河套一帶咯，所以呢個黃河西部一帶咯，就唔會擴展到而家中國嘅版圖喎，全部都係武裝殖民嚟㗎嘛。咁但係咧呢位高志海咧，佢就係講到呢個嘅西藏，佢回答呢個西藏流亡分子嘅意見，佢就話你應該咧要將來咧誠心信服翻一個中國啦。咁因為咧。呢個自元朝以嚟，西藏就係中國嘅不可分割嘅一部分。佢講到呢樣嘢，咁呢個就係涉及歷史學嘅問題啦。我又有責任同大家咧係破障咯。嗱，因為元朝開始，蒙古人就統治過西藏，當時唔係叫西藏，西藏之名咧就嚟自清朝康熙年間先叫做嘅。喺之前咧就叫吐蕃。咁有啲人叫吐蕃，其實應該吐蕃，因為西藏今天嘅英文譯音咧就係嚟自吐蕃呢個名嘅吐蕃。咁嗱，問題嚟啦，元朝到底係咪中國嘅一部分呢？到底係蒙古人曾經統治過中國？佢同時間係統治過好多地方嘅喎，四大汗國統治好多地方嘅喎，統治埋呢個嘅大理，統治埋越南，打到去呢個嘅。朝鮮咁打統治好多地方嘅喎，曾經係征服過日本，嘗試征服日本啦至少。咁歐洲大陸咧呢個征服過好多地方，統治過俄羅斯。咁到底元朝係咪中國咧？呢個咧西方學者新清史學説咧就叫元清非中國論。咁但係咧中國咧就係好反對㗎，中國共產黨就好反對，因為如果元清非中國論咧，今天中國嘅領土咧就冇咗一個合法性啦。所以佢就話咧，自從元朝開始。中國就統治過西藏啦，咁但係明朝呢？咁中間係咪留咗一個好重要嘅嘢？明朝到底有冇統治過西藏呢？咁我哋睇下啦，歷史書啦，睇明史，清朝咧張廷玉撰嘅明史，咁你睇下明史係點講呢？繼明初封略，封略嚟嘅，東起朝鮮，朝鮮封略係咩意思啊？即係封嘅領土，即係簡單嚟講呢，就係一啲叫做臣服國家。簡單嚟講咧，嗰啲就叫做率土之濱，佢就唔係直接咧管轄嘅地方嚟㗎。咁有朝鮮，如果根據
呢個高志海嘅講法，自元朝就要統治呢個嘅吐蕃啦。咁啊，即係朝鮮都應該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啦。但係好明顯唔係啊嘛，因為當時嘅朝鮮就係李氏王朝李氏王朝，咁呢個就係佢哋係保護國嚟嘅啫，其實係所以咧呢個東起朝鮮，西據吐蕃，南包安南，安南就係越南啦。明朝同越南都打過幾次仗嘅喎，清朝都係嘅喎。咁即係呢啲其實只係保護國嚟嘅啫。北據大積，呢個就最重要啦。大積就係今天嘅俄羅斯，貝加爾湖。咁係咪俄國都係明朝不可分割嘅領土呢？如果係咁嘅話，就應該問呢個嘅普京追討翻貝加爾湖嘅咯喎。貝加爾湖咧，其實而家就係今天蒙古國同埋呢個嘅俄國嘅一個領土嚟噶嘛中間交界領土貝加爾湖好大噶嘛。就係咧漢朝叫做北海蘇武牧羊嘅地方。咁所以咧呢度咧東西起咧係17500幾里喎。咁所以由此可見呢個高志海所講嘅嘢咧係唔合乎歷史事實嘅明朝同埋元朝曾經係所謂管治過吐蕃咧，只不過咧係作為一個保護地區咁解嘅啫。尤其是係明朝。元朝作為一個征服國家，咁佢的確係派兵征服過嘅。但係明朝咧就作為一個保護，簡單嚟講，中國個概念就叫藩屬啦。咁去到清朝嘅時期咧，康熙帝以後咧，咁的而且確咧喺呢個嘅達賴喇嘛任命權、班禪嘅任命權咧係有一個主導地位嘅。咁所以喺清朝咧就有吐蕃，即係叫西藏嘅一個主權，但係咧就並冇吐蕃或者叫西藏嘅治權喎。直至到去共產黨嘅時期咧，呢個嘅入藏17條，所謂和平解放西藏啦。咁中國即係中原地區先直接喺吐蕃地區、西藏地區係有呢個嘅統治權啦。之前咧就所謂有嘅主權，主權都係一種臣服嚟嘅啫。喺明朝嘅臣服係薄弱啲，清朝嘅臣服咧就好強。因為清朝嘅帝國好厲害啊嘛，呢個嘅中國嘅西征啊嘛，呢個新清史學派啊嘛，中國嘅西征就係大清征服咗咧中央歐亞同蒙古帝國嘅最後挽歌，咁所以咧就包圍咗咧所謂嘅漠北同埋呢個嘅西藏新疆一帶，呢個十全武功啊嘛。咁喺清朝咧管轄就強勁啲，咁但係咧問題一直有管轄就冇正式嘅所謂治權嘅一種臣服嘅概念。佢就係有冊封任命班禪同達賴，但係就冇直接咧派中央嘅官員啦喺西藏咧有一個全面行使嘅管治權啦。咁佢都有駐軍都有呢個嘅管轄嘅。咁朝鮮一樣都有駐軍嘅，袁世凱都喺朝鮮駐軍好多年噶咯。咁但係咧唔會今天有人咁講。你問翻金正恩攞翻平壤政府啊嘛，唔會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呢個高志海所講嘅嘢咧，就典型嘅混淆歷史，即係呢個係道理講唔夠人咧，就透過混淆去講噶。咁好似最近啦，喂，即係我啱啱去完旅行翻嚟，有人同我講啦，咁我得啖笑啦，係咪？就話我嗰個旅行團咧，即係舊年我搞咗個台灣旅行團啊嘛，話呃錢喎，因為網上咧有人話咧，佢個爸爸咧係參加咗我旅行團，使咗1萬蚊。喺台灣咁結果咧，我旅行團原來得2000蚊成本嘅，咁呢個好明顯唔係事實啦。你揾翻資料就知道唔係事實啦。舊年嘅旅行團咧，我舊年11月2023年11月就公佈咗個旅行團啦。個團費就唔係佢哋所講嘅1萬蚊啊嘛，團費係4200蚊喎，早鳥報就4000蚊添喎，佢話我成本係2000幾蚊，咁事實上嘅成本係2000幾蚊啊，咁我賺1000幾蚊一個人啦，咁然後咧仲有啲所謂嘅咩米芝蓮餐廳1000蚊一個，好唔抵。喂，你睇下邊度食啊？喺 W Hotel 度食嘅喎，呢個 W Hotel 度食，成本其實應該係800幾蚊嘅，咁但係我都要揾人去管理噶嘛，揾人去接送噶嘛，揾人去現場登記，咁係要成本嘅喎。然後咧有啲人話使1萬蚊，咁會唔會有人使1萬蚊咧？可能有人使1萬蚊嘅，9890蚊，咁就係全程住單人房 upgrade。如果你唔係全程住單人房咧，其實就好有限價錢嘅啫。咁所以呢個佢係只能夠用一啲假新聞、假消息去混淆你啊嘛。呢個舊年我搞個台灣旅行團，其實今年我想搞一次日本嘅，不過自己身體又唔係咁好啦，精神狀態唔係咁好。咁睇下我12月咧會唔會再搞多次台灣，因為12月我會鐵定去台灣嘅。大家知道我台灣有一份工作噶嘛，咁我都要去台灣度即係做下啲講座做理身嘅。咁如果係我會順便搞個旅行團啦。咁你話我收4000幾蚊。成本價2000幾蚊，賺1000幾蚊一個。舊年收40人，收咗40人左右。然後
個旅行團啦，咁啊淨係我機票啊，我一個人單人來回機票啊，都使咗4-5萬蚊喎。咁所以呢個旅行團我舊年其實係冇錢賺嘅。咁啊，anyway。就係我嘅目標就係希望收翻我去台灣嗰個路費嘅啫，同埋酒店費啊收唔到啊，當然係。咁啊 anyway 咧，我繼續講翻呢個嘅高志海啦。咁啊高志海咧，我覺得仲有一點啊可以大講特講嘅喎，即係除咗講呢個西藏吐蕃之外咧，佢啊做咗一樣好大件事嘅嘢喎，就係當嗰個記者問到佢關於呢個嘅中共官員問題啊，佢話兩個咧部長級嘅官員咧突然間失蹤咗喎，其中一個就係秦剛啦，外交部部長。咁啊，佢就係結果自己披露咗佢同秦剛咧係20年嘅朋友啊！佢係因為咧反貪腐咧而去下馬嘅，迅速被處理咗啦。咁呢個反貪腐下馬咧係國家機密嚟嘅，因為咧至今咧都冇任何消息咧係講過咧秦剛點解會唔見咗，突然間咧由呢個嘅外交部部長咧係消失咗㗎。咁啊呢個係泄漏國家機密喎，呢個同當年趙紫陽就係咁啊。當年趙紫陽喺8964嘅時期咧，外國記者就問佢咧一個中央嘅情況，佢就話咧：哎呀，我哋中央咧就大事不決咧，就要問小平啊嚇，因為呢個係中顧委嘅決定嚟噶。咁但係鄧小平咧就已經退咗休噶咯，呢個係國家機密嚟㗎。趙紫陽當時咧係名義上咧中共最高嘅領導人、黨總書記啊嘛，佢泄漏咗咧呢個國家機密，原來黨總書記背後咧仲有一個嘅鄧小平啊元老，呢個所謂中顧委本身應該已經係名存實亡噶啦嘛嚇，咁啊應該係權力交咗俾胡耀邦同趙紫陽，就係因為佢泄露咗，所以咧而呢個成為咗趙紫陽落馬嗰個罪名啊，咁所以而家咧高志海咧會唔會因為咁樣泄漏咗國家機密而受到雙規雙開或者係嚴重嘅對待咧？咁呢個就係令人擔心啦。咁啊會唔會係咁我就唔知啦。咁但係咧佢又講咗一樣嘢咯，嗰個中共咧反貪啊，啲官員落馬就係證明反貪厲害。咁我同大家計一計數啦，中共反貪自18大以嚟咧反貪好厲害啦。咁啊最近咧已經低調講咗呢樣嘢噶啦。因為去到2022年之後咧，就似乎唔再公布個數據。我而家睇翻咧英文版資料咧，呢個嘅中共中央嘅新聞網英文版仲有呢個資料，但係一撳咗轉中文咧就冇咗呢個資料咯。咁咧你睇下，自從黨嘅18大以嚟係有幾多人係貪腐啊？咁咧佢就話立案調查咗咧450萬人喎嚇，12年至22年啦。咁啊去到而家咧計一計咧，其實24年咧就超過500-600萬人㗎啦，應該係咁咧。其中咧就起訴咗、處罰咗440萬，即係你反貪腐咧，中共黨員係號稱9000萬，咁你竟然有400幾萬，而家已經去到500-600萬人啦，係被處罰咗嘅。咁呢個係幾犀利㗎？係超過5%嘅黨員官員啦。嗱，黨員唔一定係官員嚟噶嘛，好多黨員係冇權力噶嘛。咁你被處罰咗嘅官員咧，係可以計，即係以雙位數字計喎。一個國家反貪，但係點解反之不盡嘅咧？呢個好明顯就係制度問題啦嘛。嚇，因為咧冇官員公開財產嘅制度，冇社會嘅第三權力，即係呢個嘅公民社會去監督官員係咪貪腐。冇呢個嘅新聞自由去監督佢哋咪貪腐，所以咧只能夠透過中央去打貪，透過中央打貪，中國歷史上試過無數次啦。朱元璋咪殺咗幾萬嘅貪官咯，雍正嘅時期咪真係殺咗無數貪官咯。雍正搞咗好多密接制度啊，由地方啲人去舉報啊，咁但係冇啊。雍正一死咗之後咧，乾隆皇冇耐之後咧，和珅成為咗中國歷史上最貪嘅官員喎。因為中國人打貪咧就好似而家咁樣，就透過權力去打貪，中紀委。以前咧明朝就透過錦衣衛，呢個雍正皇帝咧就透過密接制度，就係透過自己一啲嘅所謂特務系統，就冇從呢個嘅社會結構個角度去考慮反貪。美國啊、英國一樣有貪腐嘅，但係就唔會好似中國咁為處罰400幾萬個官員嘅喎，冇可能咁樣做嘅喎，即係按比例都唔會啦。中國即係400幾萬14億人口，你唔會見到英國喺度拉咗20萬30萬個官員噶嘛，唔會噶嘛。咁啊，所以個原理就係因為有開放嘅公民社會，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每個人咧都可以咧去做公民記者去調查有冇官員貪污，咁你就可以結構性咧係改善咗貪腐，唔會咁嚴重，唔會去到幾百萬嘅貪官咁啊呢個佢哋冇吸收到中國歷史上嘅教訓喎，越反就越貪喎。個皇帝一死咗，朱元璋雷厲風行貪污，
明成祖朱棣咧都仲可以維持到，咁但係咧成祖太祖死咗之後咧，明朝嘅貪腐係最犀利嘅，最貪嘅官員係咩啊？就係反貪嗰班人啦，就係錦衣衛咯，東廠西廠咯，係咪？因為有權力嘅就有貪啊嘛。咁呢個嘅雍正皇帝又係啦，死咗之後咪和珅啦，即係出現咗啦，然後整個清朝中葉晚期都係貪腐喎，呢個嘅10萬雪花銀喎，3年清之院10萬雪花銀喎，都解決唔到貪腐。咁今天就透過中紀委打貪，但係冇喺社會結構度有改變。所以呢個高志海所講嘅嘢呢，完完全全係擁護權力，就冇反省反思。咁當然佢哋都做唔到啦。如果做到，佢做唔到而家嘅所謂中國嘅智庫啦、國師啦，係咪啊？大外宣啦，又受中共資助啦。所以我就話呢，請用文明說服我啦。從呢個嘅道理上係可以吊打嘅對方，咁對方只能夠用假新聞，好似就話我個旅行團係呃錢，咁事實上我係收唔翻成本嘅，淨係收咗自己嘅機票、酒店費都收唔到。咁好彩，因為我去台灣仲有其他行程，我仲會去大學度做講座啊，然後又會去呢個嘅做讀書會啊。否則嘅話咧就真係蝕本嘅。咁當然你話呢個旅行團梗係比你參加康泰啊、東瀛遊貴啦，係咪啊？因為我就要英國飛去台灣嘛，咁梗係成本貴過佢哋導遊喺當地噶，咁而且我唔係導遊啊，我哋都要請專業導遊嘅。咁 anyway 咧，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我哋一積極考慮下啦，今年12月會唔會搞多次去台灣咧？即係啦，咁我睇下我啲 partner 安唔安排到。原本暑假有啲人咧就期待我個日本團，但係最後成行唔到，因為我都話前幾個月嘅身體狀況啊、精神狀況啊，真係陷入咗一個困境啊，所以都係一個不便之處，希望大家原諒啦。咁收費平台 Patreon 咧，仲有獨家嘅參考資料啦，有聲音檔同埋呢個嘅課堂，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知識有價。今日講到呢度啦，拜拜。